喺呢度住宿啊免費，1個月即係慳翻成皮噶啦。有咩頭暈身氣，又唔使急症排隊排到撲街。所以我成日都同啲年輕人講㗎，早首期買樓，奪輪公屋咩？嘥氣，冇噶啦。坐監係香港年輕人唯一嘅出路。坐監係香港年輕人唯一嘅出路。开头这段是反贪风暴里的台词，可是谁能想到这2025年了，还真有这小年轻把这台词当成人生剧本了。今天咱们要唠这个主角是个19岁的香港姑娘，姓蓝，叫蓝飞。这多好听一名字啊！可惜啊，人不如其名啊。这姑娘呢，不大点年纪，不上学也不上班，干啥呢？一门心思的搞事情，结果就把自己从一个花季少女硬生生做成了一个等待法律审判的阶下囚。哎，你可能会要问啊，这姑娘她到底咋回事啊？是缺钱呀，还是缺爱呀？咱们今天啊就从头到尾给你盘一盘啊，这姑娘是咋一步步的把自己送进去的。要说这个蓝飞啊，她本来的人生轨迹跟香港千千万万的普通年轻人没啥两样啊，读完书找份工，朝九晚五，周末的跟朋友去逛逛街，看看电影，过着那种平平淡淡但是安安稳稳的日子，这不挺好的吗？可是坏就坏在她不甘心啊，这青春期嘛，谁还没点叛逆，总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要干一番大事业。那这个时候最怕就是身边有人给你递梯子，一个通往深渊的梯子。蓝飞身边就有这么个人，她男朋友一个叫林千干的哥们儿。这个林千干也不是啥省油的灯啊，早早就跟着一帮人瞎混，混的那个圈子啊叫什么香港议会。一听这个名儿，你是不是觉得还挺高大上的？又是议会又是议员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帮在海外搭起来的草台班子，专门在这个网上煽风点火忽悠香港的年轻人。他们的头啊叫江家伟，这蓝飞就是通过男朋友啊认识这位江议长。这小姑娘家的社会经验又少，哪能顶得住这帮老油条的忽悠啊？人家三言两语啊，什么为了理想，什么改变未来，什么你将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一套大词儿砸下来，这个蓝飞当时就晕了啊！他觉得自己不是在瞎胡闹啊，他是在参加一项伟大的事业。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猪油蒙了心啊！他眼里看到的不是脚踏实地的人生，而是那帮人啊帮他画在天边的大饼，又大又圆，闻着好像还挺香的。他就彻底陷进去了，觉着跟着这帮人啊，自己就能从一个平平无奇的邻家女孩变成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脑子一热，行动力就爆表啊！去年呢，这蓝飞跟着她男朋友还有那个江议长，三个人一合计，说香港这个地儿待不下去了，咱们润吧。那去哪儿呢？第一站台湾。在他们这想象里啊，台湾那得是自由的乐土啊！他们觉得凭着自己为理想出逃的身份，到了那儿还不得被人当成英雄好汉一样供起来啊？好吃好喝好招待，说不定还能给他们发点活动经费，让他们继续干大事。结果你猜怎么着？现实是狠狠给了他们3个大嘴巴子。他们到了台湾傻眼了，没有人认识他们是谁，更没人在乎他们那点破事儿。他们成了啥？成了3个没有身份没有工作的黑户。那想找个正经工作吧，对不起，你有合法证件吗？没有啊。那想干点啥吧，处处受限制。那个带头的江议长可能是饿得都不行了，偷偷跑出去打黑工，结果呢被台湾警察当场给抓了。好家伙，这一掌当的啊，还没在外面威风2天，先进了局子了。这下3个人彻底就慌了，咋办呢？那总不能坐吃山空，然后被遣返吧？他们仨开始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找到了台湾的陆委会，递了个申请，说我们是特殊人才，搞个什么人道专案，希望这个台湾当局啊能看在咱们都是一条道上的份上，给个身份拉兄弟一把呀。结果呢，台湾那边压根就不搭理他们。人家心里面是门儿清啊，你们这几块料在我们这儿除了惹麻烦还能有啥用啊？利用价值都没了，谁管你啊？申请直接驳回了，爱哪儿待着哪儿待着去。本来呢是以为投奔亲人去了啊，结果人家当他们是瘟神啊，躲都来不及啊。在台湾那段时间呢，估计连个正经的卤肉饭都吃不消停。这所谓的乐土啊，成他们3个的噩梦。这待不下去了，咋办呢？继续跑呗。下一站加拿大，从台湾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这回啊，他们觉得总该靠谱了吧？毕竟是正儿八经的西方发达国家啊，总不会跟台湾似的那么不讲情面吧？这一开始可能还行啊，呼吸着加拿大的香甜空气。
觉得人生啊又充满了希望。可是时间一长，问题又来了。你想啊，他们在台湾都混不下去，到了加拿大，一个语言文化都完全不同的地方就能混好了？这仨人啊，要学历没学历，要技能没技能，除了会喊几句不着边际的口号，还会干啥呀？在加拿大呢，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了。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当时的生活，住着最便宜的地下室，潮湿阴冷，出门找工作呢，人家一看啥都不会啊，英语都说不利索，谁要你啊？可能最后啊，只能去餐厅后厨刷盘子，一天累得跟孙子似的，挣那点钱，交完房租就没了。这温哥华的风景是挺美的啊，但那都是给有钱人看的。对于兰菲他们来说，这每天看到的可能就只是灰蒙蒙的天和怎么也洗不完的盘子，那种失落感啊，你能体会吗？在国内呢，好歹是个被人忽悠的人物呀，这到了国外，连个普通人都算不上，成了社会最底层的边缘人。这尤其是这个兰菲啊，一个19岁的小姑娘，别的同龄人都在上大学、谈恋爱、享受青春，她呢，在异国他乡，前途一片灰暗。她男朋友估计也是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哄着她呀？那个江议长更是个光说不练的嘴炮啊，除了画大饼，解决不了任何实际的问题。兰菲在加拿大待了几个月，估计是真待不下去了，那种绝望啊，不是说你今天没饭吃，而是你往后看10年、20年啊，都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就在这个兰菲快要崩溃的时候，那个江议长又来活了。他看出了兰菲的动摇，也怕这个小卒子跑了，于是呢，他又开始画大饼了。他对这个兰菲说：“小兰啊，我知道你现在很难，但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你想不想出人头地啊？想不想干票大的？”兰菲当时估计是抓救命稻草的心态啊，就问他啥事啊？这江家伟就说了：“我们那个香港议会不是要搞选举吗？但是得规定21岁才能参加。哎，你现在才19岁，不够格啊。不过呢，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给你一个任务，一个天大的机会，你呢偷偷的潜回香港，帮我们拍一个宣传视频，去煽动、去蛊惑更多的人来给我们投票。这事儿要是办成了，你就是大功臣。到时候啊，我破格提拔你，让你直接跳过议员助理，当上议员。你想想，到时候你就是蓝议员了呀，多风光啊！”我的天呐，你听听这话啊，这不就是传销组织头目给下线打鸡血的套路吗？什么考验，什么大功臣，什么破格提拔，全是空头支票。更何况这个事有多危险，他能不知道吗？香港国安法在那儿摆着呢，回去干这个事儿，不就是明摆着往枪口上撞吗？其实说白了，江家伟就让这个兰菲回去当炮灰，去送死呀！他自己舒舒服服的待在加拿大，遥控指挥，让一个小姑娘替他去冒险，那成了呢是他领导有方。败了呢，损失的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妻子。这可悲的是这个兰菲居然信了。可能是他在加拿大的日子太苦了，太想改变现状了，也可能是他太年轻了，太天真，觉得富贵险中求，这一票干成了，自己真能乌鸦变凤凰了。于是呢，他就真的潜回香港了，而且一待就是2个月，还真就拍了那些煽动视频。他以为自己是潜伏任务的王牌特工，结果呢，在这个警察眼里啊，他那点小动作就跟这个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啊，那看的是一清二楚，人家早就盯上他了。这等他拍完视频，觉得自己立了大功啊，准备再次跑路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可能是马脚露得太明显了啊，也可能是他自己心里面害怕。总之，他被警察以煽动罪给告了，这下完蛋了，他只好又一次仓皇逃回了加拿大。一个已经被控罪的乱港分子，2次从香港逃跑，这按理说，这兰菲啊，就算是再傻，也该知道香港是绝对不能再回去了。那回去就等于是自投罗网啊！可魔幻的事情又发生了，他居然又回来了。这回这个警察都惊了呀，心想这送上门的 KPI 啊，直接抓人归案，这回别再想跑了，老老实实等着法律的制裁吧。这在法庭上，法官就问他呀：“哎，你明知道回来会被抓，为什么还要回来啊？”你猜这个兰菲怎么说？他说：“我家里面有亲人呀，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尽孝道，照顾家人，跟别的事儿没有关系。”哎呦喂，我听到这话，我真是气笑了啊！各位评评理，这玩意儿有人信吗？一个为了所谓的理想能抛弃家人，跟着野男人跑到国外，过着颠沛流离日子的人，一个为了那张虚无缥缈的1元大饼，能不顾个人安危跑回来从事违法活动的人，他会突然良心发现，冒着坐7年大牢的风险，
回来尽孝道，这孝心来的也太突然，太是时候了吧？这就好比是一个赌徒啊，在外面说的是倾家荡产啊，跑回来跟爹妈说，我就是想你们了，回来看看，那你信吗？他就是回来要钱呀，要不到就准备卖房子的呀。这帮所谓的乱港分子啊，嘴里面就没有一句实话，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打着亲情、人权这些幌子啊，来掩盖自己自私自利的真实面目。前阵子不是还有个新闻嘛，那个大汉奸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跑到美国去啊，接受采访时候公开说，我爹要是在牢里死了，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更强烈的自由象征。哎，你听听，这是人话吗？老爹还在里面呢，你这个当儿子就已经开始盘算怎么吃他爹的人肉馒头了。连黎智英这种有头有脸人物的儿子都这副德行，你还指望兰妃这个无业小太妹能有多高尚的人格和家庭观念吗？所以啊，他那个尽孝的理由就是个笑话。那他到底为啥要回来送死呢？很多网友看得透彻呀，一针见血的指出来了，他在加拿大也混不下去了，甚至可能比在台湾还要惨。你想啊，没钱、没朋友、没未来，每天啊可能都在为下一顿饭发愁，那种日子是真的会把人逼疯的。这个时候他一琢磨呢，留在加拿大是慢慢的饿死、冻死、绝望死，那回香港呢是被抓起来吃牢饭，这两条都是死路，那怎么选呢？嘿，你还别说，吃牢饭可能还真是更优选的。为啥呢？起码香港的监狱，赤柱也好，罗湖也好，他管吃管住啊，一日三餐营养均衡，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虽然没了自由吧，但是起码有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啊！这日子可比他在温哥华饥寒交迫、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要舒坦多了吧？说到底啊，他回来不是为了尽孝，是为了生存。只不过他选择的生存方式是放弃自由，去吃那碗牢饭。这就又回到我们开头说的那句台词：坐牢才是香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对于别人来说是一句玩笑话啊，但是对于兰妃来说，这竟然成了他折腾了一大圈之后唯一的也是最终的归宿。可悲不可悲，可笑不可笑啊！一个19岁的小姑娘，本来可以有大好的前程，可以去读书、去工作、去谈恋爱、去享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可是结果呢，就因为一时的糊涂啊，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把自己最宝贵的7年青春可能就要断送在高墙之内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香港的2顿饭安安稳稳的吃着，不比加拿大那难以下咽的白人饭和台湾那吃不着的卤肉饭香吗？这么简单的道理，非要用自己的自由和青春去做赌注才能明白。兰妃的故事啊，希望能给所有的年轻人提个醒啊，路呢一定要走正道。那些听起来特别的美、特别诱人的捷径啊，往往通向的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